他原本非常自信，认为自己可以通过谎言走出任何局面，甚至可以解决一场故意谋害案。这名看起来甜美温柔的女人，她不仅脚踏多条船，还为了和男友复合，残忍地侵害了自己的情人。为了掩盖罪行，她伪装了一场自卫的情景，但这样的伪装只能让她短期内得逞，最终真相总是会被揭示出来。接下来，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这起因复杂的三角恋引起的谋杀案。2018年3月22日，一名叫艾瑟拉的女性出现在了威斯康星州一位农场主家门口。她面容惊恐，浑身泥泞，撕破的衣服上还有一些血迹。她哭着喊着说自己遭到了袭击，请求农场主帮助她，并表示自己需要医生。农场主看着这个楚楚可怜、状况堪忧的女人，马上把她领进了屋子，并拨打了911报警电话。Ezra 全名 Ezra McAnders， 于1997年10月6日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原名 Monica Kay。她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人，热爱摄影和艺术，但在学校的时候，她因为假小子的外表还有与众不同的行为举止，受到了同学们的嘲笑和排挤。在她高中时期，她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性别，认为自己可能是一个男性。虽然没有多久，她又回到了女性的生活中，但她将自己的名字 Monica Kay 更改为了 Ezra McAnders。她觉得这个名字更加中性化，也更加酷。改名后没多久，她就从大学辍学了。她从家乡搬到了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小镇上，开始了新的生活，并且成为了一名业余艺术家。她变得更加自由，更加随性。居住的这个小镇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小镇上的人呢也基本上都认识。很多人注意到了这个刚来到小镇的女孩，她经常做着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来吸引人们的注意，比如用黑色的记号笔在自己的车上涂鸦，或者穿着非常个性的服装走在小镇上。她曾经说过，我在小镇上感觉自己像一个异类，但同时也觉得这种感觉很特别，因为我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人。2017年夏末，19岁的 Ezra 认识了33岁的 Jason Mingle。Jason 是一名陆军预备队的军医，尽管两个人在年龄上相差14岁，但他们很快坠入了爱河，并且奔着结婚为目的，在8月份的时候很快的同居在了一起。他们在一家咖啡馆里认识了咖啡师 Alex Wardworth， 同时 Alex 也是一名代课老师，他热爱哲学，常常会阅读有关哲学方面的书籍，理想就是成为一名哲学教授。 Ezra 对他的思想非常感兴趣，他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Jason 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会离开，要去军队，通常一去就是很多天，所以 Ezra 经常会去找 Alex 聊天，向他倾诉自己的烦恼。 Alex 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能够很好的帮助他解决烦恼和问题。2017年的初秋， Ezra 和 Jason 交往2个月后，他发现自己怀孕了。这对 Ezra 来说来得太突然了，他感到很矛盾，不想这么快就成为一个母亲。在没有告诉 Jason 的情况下，他去做了流产手术。这件事情导致了两个人在感情上出现了裂痕。Jason 甚至睡在了沙发上。 Ezra 觉得很孤独，很疲惫，他想找个人来倾诉下，所以他向 Alex 抱怨说 Jason 总是批评他的妆容和体重。在一次散步时， Ezra 述说了自己流产的事情。 Alex 给了他很好的安慰。正是在这个时候，两个人逐渐超越了友谊，秘密地谈起了恋爱。2018年3月初， Jason 像往常一样离开去工作，但没多久他接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电话。 Ezra 哭着说 Jason 的宿舍朋友趁他喝醉时侵犯了他。 Jason 马上报警，警方非常重视这件事情。然而在调查的过程中，警方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他们查看了 Ezra 的手机，发现他与 Jason 的舍友之间存在挑逗性的短信，并且还发现了他与 Alex 之间的一些性关系的短信记录，这让 Jason 感到非常震惊。 Ezra 向警方承认了，在 Jason 不在的这段时间，他与 Alex 发生了性关系，但他还是坚持舍友侵犯了他这件事情。当警方向 Alex 询问这件事情的时候， Alex 却说，这件事情我知道， Ezra 告诉过我他和那个人发生了性关系，但完全是他自愿的，只是他现在后悔了。警方最终撤销了这个案件。关于 Ezra 出轨的事情， Jason 实在无法接受，这哪是脚踏2条船，自己都不知道被戴了几顶绿帽子。3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质问2个人，你们是我的朋友，你们怎么能这样？这件事情对 Jason 和 Ezra 的关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他们最终选择了分手。而 Alex 他发现自己已经深深地陷入了这个复杂的三角关系中，他感到非常内疚和难过。Ezra 因为这件事情回到了他妈妈家，本来以为事情到这儿应该就结束了，
3个人之间没有过多纠缠，换一个环境重新开始嘛。但 Ezra 太孤独了，他发短信给 Jason， 希望能够得到他的谅解。他告诉 Jason 是别人勾引的他也是受害者，他是爱 Jason 的。他还写了一本日记，在日记中长篇大论地表达了自己对背叛 Jason 的不安。他本想亲自送给 Jason， 但被拒绝了。时间来到2018年3月22号这一天， Jason 正在一家经常去的咖啡店喝咖啡， Ezra 突然出现了，这让 Jason 十分惊讶。原来他们在前一天的晚上还有在发短信，根本没有提今天会来小镇上这件事情。Ezra 说他回来是想要把一些东西还给 Alex， 他要妥善结束他们的关系，他就是要和 Jason 重归于好，并且愿意做任何事情。说着就离开去找 Alex 了。 Jason 感觉他太奇怪了，这么突然出现，说话的状态也很激动，这感觉有点怪怪的。他的脑海里充斥着各种奇怪的想法。担心 Ezra 的情况， Jason 骑着自行车跟在他后面来到了 Alex 的家。他发现 Ezra 的车子没有熄火，就停在 Alex 家的门口，而他自己呢，在外面走来走去，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当他敲开门时，他看到了他们2个人的脸色都很奇怪，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氛围。 Jason 告诉他们，你们应该在公共场合交谈。于是大家就一起离开了房子，来到了家门口。但在这个时候，2辆警车出现了。原来附近的一个邻居看到 Jason 之前在门口走来走去，觉得很可疑，就给警察打了电话。警方的摄像头记录了当时的情况，一名警察正在远处和站在车旁边的 Alex 说话，而 Ezra 则坐在驾驶室里。 Jason 向旁边的警察表达了他不安的情绪，警察在询问之后表示他们没事，然后就离开了。之后 Alex 和 Ezra 留在了车里，而 Jason 则骑着自行车离开。3个小时之后， Alex 消失了。下午4点20分， Ezra 出现在了农场主家门口，向农场主求救，说道：我需要医生。他的手臂上有一个被人用刀刻了 boy 这个词的伤口。看着这个受到惊吓的女人，农场主赶紧把她领了进来，并拨打了911报警电话。在医院治疗时，面对警方的询问， Ezra 表现得像应激创伤后的反应，对袭击的情况模糊不清，他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说着害怕 Alex。当警方找不到犯罪现场和 Alex 时， Alex 的父母却说儿子失踪了。于是警方重新来到了农场主家，发现附近一条泥泞的小路上有 Ezra 的脚印，一路寻找，发现了 Ezra 那辆显眼的汽车。汽车被困在淤泥中，警察发现 Alex 的身体被挂在了车的后座。24岁的 Alex 去世了。经过法医鉴定，他的头部、颈部、腹股沟和躯干共有16处伤口。血液证据显示 Alex 大部分是在车外被袭击的。当警方回到医院与 Ezra 对峙时， Ezra 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我想起来了，当时 Alex 用在车里的刀袭击了他。他还说 Alex 当时对他们的分手很愤怒，并开始用刀割开他的衣服，然后在他的手臂上刻上了 boy 男孩这个词，这是嘲笑他假小子的外形。而他奋力反抗，拉扯中2个人来到了后座， Ezra 找到机会拧下了他的刀，情急之下刺伤了他。警方看着 Ezra 的手马上起了疑心， Alex 是用右手写字，他怎么会从那个角度把男孩这个词完美的刻在 Ezra 的手臂上呢？而 Ezra 怎么会从 Alex 手上拧下刀，手上却只有几道浅浅的伤口呢？这与 Alex 身中16刀对比来看，实在太过轻微，即便是自卫，1、2刀是自我保护，这16刀怎么看都像置人于死地。而且现场的血液显示 Alex 大部分都是在车外流的血，这与2个人在车内争夺的说法有出入。作案时的这把刀在农场主屋外的水沟里被发现了。 Ezra 的说法显然有着很大问题。袭击发生2周后， Ezra 被捕并被指控1级谋杀。在2019年的审判中， Ezra 为自己辩护作证。虽然他明知道自己可能面临无期徒刑，但他似乎很享受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表现得非常放松。他总是微笑着坐在证人席上，穿着粉色的衣服，头发也打理得很好。他看起来身材很小，但其实他的体重要比受害者 Alex 更重一点，这和他之前的中性风打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检察官很担心陪审团会被他的外表所干扰，误判他为无辜。检察官认为 Alex 试图伪造证据，制造自己是受害者的假象。事实上 Ezra 明显是故意开车把 Alex 带到偏远的地区，意图谋害他。当 Alex 受伤时， Ezra 有条不紊地布置了犯罪现场。他将自己的衣服和裤子割破，制造了身体上的淤伤，在手臂上刻字，并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Ezra 做过帮助 Alex 的事情，比如拨打求救电话。反而 Alex 的手机在泥路里被找到，最终由于失血过多 Alex 离世了。如果当时能够及时的接受医疗干预，他可能还有活下来的机会。或许当天 Ezra 就是打算谋害 Alex 的，所以在家时他的车子没有熄火，这样可以帮助他快速逃跑。他的杀人动机就是希望 Alex 永远的离开，这样他就可以和 Jason 和平相处。在庭审中 Ezra 似乎没有给陪审团留下好的印象，他表现得太不真实了，就像在参加一场竞选。在看到 Jason 到达法庭时，还表现出一副小女人的激动。对于 Alex 的家人， Ezra 说，他们失去了家人，我感到非常难过，我非常爱 Alex， 我也感到很大的损失，我很抱歉。这样的道歉显然不够真诚。最终陪审团认为 Ezra 犯有1级谋杀罪，判处他终身监禁，他必须服刑50年后才有资格获得假释。 Ezra 的一位儿时朋友说， Ezra 就是一个习惯性寻求关注的人，总是为了引起注意而说任何话。此外，据其他女孩的描述， Ezra 的行为确实有些奇怪，有时候他会做出一些让人不舒服的举动，例如在他姐姐的婚礼上，他会频繁地和新郎互动，而且态度非常亲密，这让在场的女孩们感到很不舒服。不过一些男人却认为 Ezra 很有魅力，甚至被他的行为所吸引。在这个案件中，他原本以为自己能够通过谎言和伪装来逃避法律的制裁，但最终还是被揭穿了。在任何情况下，谎言和伪装都不应该成为逃避责任和惩罚的手段，因为最终真相总会被揭露。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倩倩。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问题，请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同时别忘了点赞、分享和订阅，以便了解更多引人入胜的真实案件。再次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